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行用不离》。在秘鲁安第斯山脉海拔5200米的睡美人冰川脚下，有一片名为拉克林纳达的世界上最高的人类居住区。有人说，这是一座世界上最苛刻、最残酷、最悲伤的城市。拉林克纳达年平均气温只有1.2度，但全城都是铁皮房子，不保暖还没暖气。除了缺氧，这里没有自来水，没有污水和垃圾处理设备，也没有公共厕所。街道常年泥泞不堪，汞、氢化物和人类废物在有水流的地方任意流淌。同时，这里也没有法律，没有警察，而且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电。如此悲催的生存条件，为什么会有5-6万人来此居住呢？通往拉克林纳达的公路极其简陋而又非常危险。数万名秘鲁农民聚集在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附近的金矿。这里的男人几乎都是矿工，而女人则不允许进入矿山。他们整日只能像山羊一般站在矿区垃圾上，搜寻被矿工们遗漏的黄金矿石。与其他矿业城市不同的是，拉克林纳达并没有大型专业的采矿公司，这里的所有矿井都是由私人非法经营，而且还不给矿工发薪水。他们沿用着一个古老的劳动系统，矿工们首先要免费工作半个月至30天，然后在接下来的1-2天当中会被允许背回尽可能多的矿石作为报酬。矿工们将矿石反复碾压成碎沙，然后加入汞，在冰川水中清洗，最后通过布料包裹，再将汞挤压过滤，以得到汞与黄金的合金球。后经过加热蒸发掉汞，剩下的就是纯粹的黄金了。秘鲁是世界上第5大汞消费国，仅次于中国、印尼、哥伦比亚和菲律宾。拉林克纳达的矿工几乎都患有汞中毒，矿工们可以随时将黄金卖出以换取现金，而每个黄金买家每天可以收购到2公斤左右的黄金。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当地非法武装的抢劫对象。因为没有法律，没有警察，拉克林纳达每天因枪击和刺伤而死亡的人数远比矿难要多。为此，秘鲁政府曾努力在这里采取措施，颁布法律维持秩序，但却被当地矿工强力推翻。所有人都担心政府会因此而带来税收和强制监管，特别是这个以腐败而非劳动保护而闻名的秘鲁政府，很难再争取到这些农民矿工的信任与支持。而关于近期薪资模式的改革，也遭到了矿工们的强烈反对。对于矿工来说，在无薪水的劳动系统下能够赚得更多，而且无薪日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从矿山走私黄金的机会。周围的荒山被称为旧金山，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生活在这里，他们别无选择，这是他们毫无束缚的自由的生活方式。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足球场踢踢球，每天收获一些黄金。平日里他们很享受生活，也会有一丝丝幸福和快乐。来此旅行长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或者转发点个赞。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我们形影不离。